你好，我是嘎欧。今天我想和你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工作，它的基本工资低，但是补助多，最后算下来整体的工资还不错的这样一种赴日的工作到底好不好？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，我看到了太多只看整体工资就决定来日本的人，也看到了太多通过这种手段来压榨员工工资的中国系派遣公司。所以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，找工作的时候不要轻视基本工资和补助的比例，只看到总体的工资很诱人就决定来日本的，请一定要再三考虑。我们先说结论，如果来日本工作，请一定要牢记，总体工资里基本工资的比例越高，对你来说越有利。虽然有一些极端，我们来举两个例子。 A 基本工资20万， B 基本工资5万，补助16万。从短期上来看， B 可以挣到更多的钱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基本工资越高， A 将远远地甩开 B。 我们来说说基本工资低的时候的5个坏处，它们的原因其实非常相似，那就是大部分的钱的计算基础都是由基本工资算出来的。所以当基本工资低的时候，公司很赚，但是对你却非常不利，比如加班费、退职金、奖金、工资涨幅等等。我们来说低工资高补助的第一个坏处，降补助容易，降基本工资难。在日本，由于劳动法的规定，除了双方同意，正社员的基本工资是无法降低的，但是降补助的时候却不会触犯法律，因此相对而言，企业降低基本工资更困难。基本工资的比例越高，你被降薪的风险越低。公司所提供的补助种类五花八门，在这其中有很多补助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项目，也就是说，有很多补助公司有权利说不给就不给。日本企业的补助有出差补助、交通补助、家庭成员补助、销售补助、加班补助、职称补助、住宅补助、晚餐、午餐补助等等。如果公司宣布取消某项补助，作为员工来说，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非常困难。再说，每项补助也是有相应的领取条件，比如住宅补助只有单身的时候才可以领取等等。如果由于条件不满足而领不到，补助更是形同虚设。第二，更少的加班费。你知道加班费是怎么计算的吗？加班费是基本工资乘以加班的补助系数乘以加班小时数来决定的。所以你的基本工资越低，算下来的时薪越低，工作同样时间的加班费也会变得更低。像开头说的那样，基本工资5万和20万，这么大的差距自然不用说。就算是15万和20万的区别，加班费都完全不同。从时薪上看，1个小时只差几百日元，但是一天只加班2个小时，1个月就会差出1万日元。第三，更少的退职金。尽管并不是每个公司都有退职金的制度，但如果有的话，退职金的金额也是通过基本工资乘以工龄得到的。因此，如果你面试的时候听到公司有退职金制度的话，更要注意基本工资的比例。4. 更少的奖金。奖金也是以基本工资为基础计算的。一般企业发奖金会在3到5个月，基本工资差5万的时候，奖金可能差出几十万日元。也就是说，那5万日元以补助的方式给了你，公司可以在奖金里面少给你20万。5. 更少的工资涨幅。每个公司的涨薪方式都有所不同，但基本是定额制，也就是统一增长多少日元，和定比制，也就是统一增长几%。定比的时候，一般是以基本工资作为基准的。如果基本工资低，涨薪的金额就少很多，在一次涨薪中，可能根本涨不了多少钱。以上就是基本工资低的时候的5种坏处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如果一个公司和你说工资是20万的时候，是基本工资20万，还是算上各种补助是20万，一定要确认清楚。当然，通过这个比例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家公司是如何对待员工的。如果站在经营的立场上，工资自然是给的越少越好。当你选择工作环境的时候，不如将基本工资和补助的比例也作为判断的标准之一。最后，我已经看到了很多中国的赴日求职中介开出的价格，正如这篇文章所提到的，是低基本工资高补助的方式。
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派遣公司，一定要擦亮双眼。我是嘎欧，住在日本，现在主要关注日本的职场领域，希望向你传达隔海相望的日本的现状。毕竟人还在国内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那些工资是高是低，是好是坏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一定要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谢谢，再见。